去年3月，在中方的斡旋下，沙特与伊朗达成和解协议，结束了两国之间长达7年的敌对关系，成为摆脱美国等西方势力干涉，走向地区国家自主合作、自主决定地区安全的经典案例。近日，伊朗和沙特外长在南非的金砖外长会上再次相见。伊朗外交部也发布最新消息，指该国驻沙特使领馆将于当地时间6号和7号重新开放。随着中东这对宿敌的握手言和，中东各国的和解潮也走上了快车道。3号，伊朗和沙特阿拉伯两国外长在南非举行了会晤，讨论全面恢复关系、扩大两国之间的地区和经济合作的计划。伊朗外交部称，伊朗外长阿卜杜拉希扬对双边关系取得的良好进展表示满意。在此前的会谈中，双方讨论了加强两国商业和经济关系的必要性。他还表示，沙特外交大臣即将对德黑兰进行访问，这为双方进一步讨论和交换意见提供了一个机会，以促进各个领域的双边关系发展。伊朗迈赫尔通讯社也报道称，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将于下周访问德黑兰。访问期间，费萨尔将与伊朗总统及其他官员会面，讨论两国关系发展问题。此次沙伊两国利用参加在南非开普敦举行的金砖国家外长会以及金砖之友会议的间隙，举行了双边会谈。从现场的画面来看，双方的外交官脸上都洋溢着笑容，气氛十分融洽。而在3个月前，这两个国家甚至还处于敌对关系。今年3月，在中国的斡旋下，沙特与伊朗达成和解协议，结束了两国之间持续了7年的敌对关系。4月6号，沙伊两国外长在北京会晤，并在中方见证下签署联合声明，宣布即日起恢复外交关系。4月17号，伊朗外交部表示，伊朗总统莱西与沙特阿拉伯国王萨勒曼已互相邀请对方访问各自国家。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即将对德黑兰的访问，也被视为为两国元首未来的见面铺路。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经济与能源室主任唐田波向深圳卫视表示，中国为中东地区提供了新视角、新机制、新重点，为解决中东困局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国在这个方面就是充分的去尊重这些国家的主体性，这是一个新的视角。沙特和伊朗外长的这一次最新的一次见面是在南非的这个金砖国家外长会晤机制上见面的。而我们知道，金砖国家机制这是中国发起并且参与的一个很重要的新兴国家的机制。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机制，而且这是一个开放的、包容的机制，所以沙特和伊朗的外长在可以利用这个机制，然后去进行这样一种新的和解。第3个新的，我觉得是新重点，就是这个重点呢，就是以发展为重点。当这种重点从安全向发展角度转移的时候，这些地区国家当然更有可能实现这个和解。在沙伊进一步和解的背景下，一名伊朗军方高级将领日前宣布，将与沙特、阿联酋等海湾国家及印度、巴基斯坦组建新的海军联盟。伊朗媒体分析，这名伊朗军官的言论肯定会引起驻扎于巴林的美国第5舰队的怀疑，因为这意味着不仅伊朗和沙特之间的关系急剧升温，足以形成军事联盟，而且长期敌对的印度和巴基斯坦也将在公海上进行密切合作。就在一方释放此消息后不久，美国第5舰队和联合海上力量的发言人蒂姆·霍金斯称，伊朗是导致地区动荡的头号因素。他声称，想要组建一个海军安全联盟来保护他所威胁的海域，这是违背情理的。在5号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汪文斌表示，维护中东海湾地区和平稳定攸关地区国家和人民福祉，对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全球经济发展、保障能源稳定供应至关重要。中方支持地区国家通过对话协商化解分歧，实现睦邻友好，支持地区国家加强团结自强，将前途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作为地区国家的好朋友，中方将继续为促进地区和平稳定发挥积极和建设性作用。不过，分析认为，伊朗政府虽然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但是因为中东各国海上力量发展并不均衡，几个国家之间的关系仍然存在变数，海军联盟的具体落地仍然有一定难度。但区域内出现了这种声音，已经体现美国在中东地区影响力的下降。为什么他说这个东西不合常理？因为
在美国设想的任何地区安全构架中都是没有伊朗的位置的。美国对地区安全架构的设想就是美国纠集他的盟友，然后一起去对付伊朗，这是他心目中理想的一个地区安全构架。它是一个非常具有排斥性的。以前如果按道理，美国就会觉得海湾安全就是由我来维护，然后这个就没有什么疑义了。但是近年来，我们看到美国对海湾安全的这个掌控明显是在下降的，所以才会出现这种声音，说要不要去建立一个替代性的。所以我觉得美国的这个表态也是折射出了他的尴尬。而更令美国头疼的是，阿联酋外交部5月31号发表声明称，在评估了与合作伙伴们的安全与合作关系后，阿联酋已经在2个月前退出了由美国领导的维护中东航运安全的海上联合部队联合海上力量。此前一天，《华尔街日报》报道称，伊朗于4月27号和5月3号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扣押2艘油轮后，阿联酋官员对美国的反应感到失望，要求美国采取有力措施威慑伊朗。报道指，阿联酋之所以退出美国主导的联合海上力量，是因为其对美国未能有力威慑伊朗而感到沮丧。阿联酋外交部的声明被认为是对上述报道的降温。阿联酋外交部还指出，该报道是对阿联酋和美国之间安全对话的错误描述。但无论如何，阿联酋退出联合海上力量已是既定事实。不过，美国方面对此的回应却让人困惑。美国第5舰队首先是否认了阿联酋的说法，称该国仍然是多国联盟中的伙伴。联合海上力量官方网站也继续将阿联酋列为成员国。虽然阿联酋外交部并未透露退出的原因，但外界仍然认为阿联酋的举动表明了对美国不愿积极保护其合作伙伴，也无力在海湾地区重建力量的失望。半岛电视台则称，阿联酋此举标志着该地区地缘政治格局演变的一个关键时刻，改变了国际海上安全合作的态势。美国领导的这个机制，它肯定是有明显的缺陷的。这个一个重大的缺陷就是美国所主导的一种地区安全机制，一般都是要求盟友，然后出人、出钱，然后出舰艇，但是这个机制的使命或者是说它主要的运行要基本上完全以美国的意志为优先。盟友关系其实已经时间很长，然后之前合作也非常紧密的一对盟友关系，但我们现在从这件事情能够看出来，就是美国和阿联酋这个盟友关系肯定是有一定的裂痕了。我们也应该看到，就是说美国它还是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它也有一定的调整能力，它还是说不愿意放弃对海湾地区的这种主导和控制的。值得一提的是，美国官员也加大了对该地区的重视程度。美国国务院发表声明称，布林肯将于6月6号至6月8号出访沙特阿拉伯，并将在7号出席美国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的中东安全和一体化部长级会议。8号，布林肯将与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共同主持会议。路透社称，这是继5月初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对沙特进行访问后，1个月内美国对沙特进行的第2次高级别访问。报道称，这显示出美国正寻求修复与沙特之间的关系。